真是草包一个！我弟子与你的婚事是有不对，明日我自会带着我的弟子前往罗家登门赔罪。现在你带着你的人可以走了。剑客先生，兰儿的婚事的确是我林家考虑不周，给剑客先生带来麻烦了。哼，麻烦我不怕，我怕的是遭人算计。算计？我这弟子当着众人的面说不嫁，下午这罗海便直接来抢人了，这消息传得蛮快的。剑客先生，哼，徒儿，这人是死是活由你来决定。你曾3番5次迫害我，令我生不如死，如今我碎你丹田，也算你的因果报应。明日我陪你去罗家走上一趟。师尊，这罗家终归是铁刀岭6大家族之一，最在乎颜面，咱们就这样进去退婚，是不是有点……你也知道，你都已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不嫁了，这跟退婚又有什么区别？走吧，进去再说吧。剑客前来拜访。你就是剑客？罗家诸位，我此来的目的想来诸位都清楚，婚姻讲究的历来是你情我愿，而我这弟子自始至终都不曾答应要嫁与那罗海，所以这场婚姻就此作罢。这枚乾坤戒内有诸多宝物丹药，算是赔礼。随便赔一些丹药宝物就想退婚？阁下未免也太不将我罗家放在心上了吧？那不知罗山长老还有何赐教？赐教很简单，3大护法何在？这个世界上历来讲究的都是实力为尊。剑客，你要替你弟子退婚也可以，甚至根本不需要你赔罪，你只需击败我罗家的这3大护法，让我罗家认可你的实力，我罗家自会卖你面子。可如果你实力不济，连我罗家这3大护法都击败不了，那就抱歉，哪怕你付出代价再大，我罗家都不会认可。哦，既然如此，那便请3位出手吧。3大护法相伴多年，早有了十足的默契，3人联手，纵然是圣境终极强者都可斗上一斗，用来检验这剑客的实力再好不过了。强化的肉身2阶，这剑客应当有2阶的战力。的确有。剑客先生实力了得，令人佩服。令徒与我罗家那罗海的婚姻就此作罢。多谢。雷刀先生，这是要……我叫雷刀，生平最喜欢的便是与真正的强者交手，而在如今的铁刀岭中，但凡达到圣境终极的强者，我都挑战过。今日难得碰到像你这样一位疑似2阶的强者，不管怎么样，都得战上一场才行。2阶？罗洪家主，不介意我在你罗家府邸内跟这位剑客一战吧？只要不将我罗家府邸拆了，雷刀先生尽管出手便是。嗨，剑客，请了。强者？竟然直接用拳头跟我的战刀硬碰硬，而我这一刀竟然也没有将他的手掌给劈开。我堪比神兵的肉身，可他一刀劈来，我的手掌都直接麻掉了。我能够空手接他一刀已经是极限了，绝不可能再接第2刀。再来！厉害！你实力极强，我若想要击败你，恐怕得施展最强绝招才行。可我那最强绝招是拼命时候用的，现在仅仅只是切磋，就没有必要施展了。阁下实力了得，若是施展最强绝招，我怕是很难抵挡。剑客，
难得碰到像你这样的剑客，我们找个地方一叙，如何？可以。两位，我罗家已为二位备好好酒，二位就在我罗家一叙便是。有劳家主了。剑客，你竟然可以光靠拳头就正面接下我这一刀，这肉身可真够强横的。我行走神州这么久，交战过的强者也数不胜数，可在肉身方面能跟你相比的还真没有啊。你的刀法也很可怕，霸气蛮横。刀法再厉害，还不是被你击退了？哎，对了，你的实力如何强横？可为何我之前在铁道岭内从来没有听说过你的名字？我来自外界大陆，刚踏足神州不久。难怪啊，在外界大陆修炼都能够达到2阶的战力，可当真不俗。2阶？雷道，你刚刚跟我交手时也提过2阶，这2阶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哈，也对，你毕竟刚来神州不久，不知道也很正常。我来给你解释吧。你应当知道，在圣境当中并没有境界高低之分，有的只是对本源的感悟强弱，所以圣境从一开始便分为世、域、极3个层次。世跟域就不说了，只说极。极便是圣境中极，指的是对本源的感悟达到一定层次。不过同样是圣境中极，实力也有强弱之分，且区别极大。圣境中极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看的还是对本源的感悟。天地本源浩瀚如海，领悟1滴水就是圣境中极，领悟100滴水也依旧是圣境中极，可彼此差距却很大很大。而根据这些差距，圣境中极也被划分为3阶。中极3阶，第1阶指的便是那些很普通的、实力比较一般的圣境中极。这类的圣境中极对本源感悟刚刚达到要求，且拥有秘籍手段也稀松平常。像罗家的3位圣境中极都是这一层次，且在整个神州里边，第1阶的圣境中极也是最多的，而第2阶却比第1阶要强得多了。第2阶一般是对本源感悟已经达到一种极高层次，且凝聚出本源印记的圣境中极。本源印记？我感悟雷霆本源，所以凝聚的也是雷霆印记。凝聚出本源印记后，催发本源之力时，威能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同时第2阶的圣境中极，他们拥有的神兵秘技或是手段也要比第1阶要强很多。当然这只是正常情况下，可有些人虽然不曾凝聚出本源印记来，但战力却依旧足以媲美第2阶。像你明明不曾凝聚出本源印记，可你的肉身却非常的强横，爆发出来的战力完全不比凝聚出本源印记的我要弱。那第3阶呢？第3阶那就非常了得了。第3阶的圣境中极不仅拥有神兵宝物，还有那些手段都非同寻常，且他们对本源的感悟也更高，一般最少都是凝聚出3道以上的本源印记来。论战力，比第2阶的圣境中极绝对要强上不止10倍。我曾经就不止一次跟第3阶的强者交战切磋过，结果我都败得非常凄惨，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这么强？其实在第3阶之上，还有一种更加了得的圣境中极。比第3阶更强？对，那种圣境中极被称之为逆天级。那一层次的圣境中极是圣境当中真正的怪物级别存在，别说咱们这一个铁刀岭了，就算是整个神州都不多。这些怪物之所以被称为逆天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本源的感悟奇高，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还都觉醒了一种无比另类的力量，就是魂的力量。魂？你说的是剑魂、刀魂之类的？对，你知道那些觉醒了魂的强者，就拿剑魂来说，觉醒剑魂凝聚剑魂虚影，那剑魂虚影就可以令其实力暴涨，像一名3阶强者。若是觉醒了剑魂，借助剑魂之力，战力足以飙升数倍，自然是逆天级的。逆天级已经是圣境当中最强的存在了，在之上便是更高层次的霄云境了。霄云境？可惜啊，咱们虽然都已经是圣境中级，可距离那霄云境却还是要差得太远太远了。我还不曾凝聚本源印记，
可是我肉身强横，凭借肉身与大天造化诀赋予的力量，我便足以跟2阶的雷刀抗衡。可实际上，我还有诸多手段都不曾施展。按照这雷刀所说的，我光凭肉身与大天造化诀便具备2阶战力。若是我施展修罗秘术黄泉，与万重界配合形成领域压制，应当便足以抗衡那些2阶顶尖的强者。要是再动用剑魂之力，或许我可以匹敌3阶强者也说不定。哎，对了，剑客，你刚来神州，恐怕连个立足之地都还没有吧？对，哈哈哈，那你不如跟我一样去投靠领主大人吧。领主大人？铁刀领主？对，铁刀领主不仅本身是一位达到了霄云境的顶尖强者，而且整个神州也拥有不俗的名气。更重要的是，铁刀领主为人不错，待人也一直颇为和善，所以他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的强者。你别看铁刀岭内这6个大型家族，还有那些中型、小型家族怎样的，可实际上谁都清楚，铁刀岭内最真正可怕的便是铁刀领主，而强者最多的便是铁刀领主麾下的铁刀军。像这6大家族之一的罗家，圣境强者数10位，连圣境中级都有3倍，看上去很强是吧？可实际上这罗家在铁刀军面前那就跟渣渣一样啊！铁刀军随便派出一队人马，便可以轻易将这罗家覆灭了。铁刀岭内强者有不少，可毫不客气地说，整个铁刀岭超过90%的顶尖强者都聚集在铁刀军内，那里才是像你这样的强者该待的地方。铁刀军？铁刀岭超过90%的顶尖强者都聚在那儿？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一下？不用考虑，这铁刀军我去。我就猜到你会答应。来，这是超凡入圣了。哈哈哈，剑客，恭喜了啊，收了一个好弟子。师尊，不错，原以为你实力恢复以后，想要再突破圣境还需要一段时间呢，可现在看来，我倒是小瞧你了。全靠师尊替弟子清除那巫毒，否则弟子莫说突破圣境了，恐怕用不了多久都会跌落到先天金丹去了。我也只能帮你这一次了，但是今后还是得看你自己。我已经答应雷刀兄了，跟他一起去投靠铁刀领主，加入铁刀军。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弟子打算独自一人去闯荡。哦，也好。我平日里忙着修炼，也没时间跟你安排一些历练。你要是继续跟在我身边，不见得是好事儿。这枚乾坤戒内有一些你可能用得着的宝物，你拿着，今后自己独自在外闯荡，一切小心至上。多谢师尊。去吧。哎呀，这般漂亮的女弟子不留在身边，就这样让她独自离去？雏鹰展翅才能高飞，更何况我一个大男人，身边跟着一个漂亮女弟子，算什么呀？你也知道啊，其实我很想问你到底有多大了？你的实力如此强横，按道理年纪应该不小才对，可你的模样却是太年轻了点儿。这个嘛，秘密。哎，不说就算了。走吧，我带你去见领主大人。剑客，马上你就能够见到领主大人了。铁刀领主，听说霄云境层次的强者举手投足间便可以轻易灭杀圣境中级，实力之强，在整个浩瀚神州也算得上是一方霸主级别的存在。不过我还从未见过霄云境。那便是领主大人居住的火幽宫。随我下去吧。圣境？领主大人何在？领主大人跟2位君主还有几位统领大人正在议事。剑客，我们进去。强者？这些人都是强者，每个都不比雷刀要弱，甚至还有更强的。这人便是铁刀领主吗？领主大人，这位是剑客，刚从外界大陆踏足神州，特来投靠。领主大人，在之前我跟剑客交过手，剑客拥有2阶战力。本座麾下的铁刀军本就是强者集中地，欢迎任何强者加入。而第2阶的圣境中级，在铁刀军内足以担任统领一职。但剑客你
是否具备这样的实力，却还需经过检验。魔东，剑客，这是铁刀军内的规矩，希望您能够明白。我理解。剑客，小心了。杀意如此浓郁，他对杀戮本源的感悟极高，不过距离凝聚本源印记却还要差上一筹。你明明还没有凝聚本源印记，可你的力量爆发却远强于圣境中级，且你的肉身也非常了得，整体实力完全不比一般的2阶强者要弱。魔东没有尽全力，可这剑客，他实力恐怕藏得更多。若是全力爆发起来，在第2阶的圣境中级当中，站稳脚跟，不成问题。剑客，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本座麾下第1军第13位统领。多谢领主大人。请，你是第1军军主，剑客在你的麾下，铁刀军内的一些琐事，就由你一一告知他了。是。去吧。剑客，君主，你刚来铁刀军，铁刀军内的一些事儿，我慢慢跟你说。我现在先带你去见你麾下的那队人马。人马？剑客，铁刀军内的统领都可以统领1队人马的，数量不多，只有1支100人小队。可单单就是这支100人小队，就足以轻易将那6大家族之一的罗家覆灭。哦，雷刀，你也一起来吧。雷刀，咱们这位君主似乎挺好说话的，没有太大架子呀。那当然啊，清君主在铁刀军内声望极高，脾气算是不错的。当然，这也只是针对自己人而言，可若是针对敌人，那就是2种不同的概念了。而且清君主实力了得，已经是第3阶的巅峰强者。第3阶？其实不单是清君主，铁道军内那些统领都很好说话。毕竟咱们铁道军的强者大多都来自神州之外，都是在那些偏远大陆达到顶点后，没有了追求之后，才来到浩瀚神州的。那些偏远陆地修炼条件远没有神州这般优质，能够在那里达到顶点，必然都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苦修，一个个人老成精，跟神州本土的一些仗着几分实力就横行无忌的愣头青可不一样。是这样。战甲？在铁刀军内，一般的军士都规定要穿战甲的，不过统领以上的却没有要求，可以随意穿着。这些军士竟然都是圣境强者。剑客，这支100人队便是你统领的人马了。都听着，我身边这位便是你们的统领，他的名字叫剑客。剑客？这便是我们新的统领吗？看上去好年轻啊。年轻，说不定比我们活得还久，只是驻颜有效罢了。能够成为铁刀军统领的，哪个不是超级强者？的确，铁刀军的统领最低要求也是第2阶的圣境中级，论实力啊，可比我们要强太多了。剑客，你先跟你的人熟悉一下，熟悉过后，便随我一同去魔心谷。魔心谷？我们第1军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便是镇守魔心谷。明白。哎，统领大人，以后可得多多关照啊！统领大人，咱们以后就跟你混了。小女见过统领大人，不知统领大人是否娶妻？蝎子，你就别在统领大人面前卖弄你的风骚了。剑客，带着你的人随我一同去魔心谷。是。这么多人，都是圣境。那是银翼军，是银翼领主麾下的军队。银翼领主？银翼军就在对面，难不成是在跟我们铁刀军交战？那倒不是，不管咱们铁刀领还是银翼领主，都隶属72王侯之一，飘血王侯的麾下，属于同一阵营。若非是有什么大的过节，2大领地轻易是不会交战的。之所以银翼军会出现在对面，那是因为不久前这魔心谷内冒出了一座洞府。
洞府？那座洞府是一位萧云境强者留下的，而且实力应当还非同一般，比铁刀领主跟银翼领主都要强。这座洞府一出世，铁刀领主跟银翼领主便立即赶过来，想要入洞府一探究竟。结果那洞府周边却有着一重阵法的存在，那重阵法威能强横，铁刀领主跟银翼领主二人竭尽全力，甚至联手都无可奈何。因此他们也只能等那法阵自行消散，他们再进去一探究竟了。而自洞府出世后，那重阵法便已经开始急速消散，应当就是在这段时间内，那重阵法便会直接破碎。所以铁刀领主方才命令我们第一军镇守在这里，等那阵法一破碎，我们便立即出动占据洞府。或许无法将整个洞府彻底占据，可最起码也要占据绝对主动。这样啊。剑客，浩瀚神州讲究实力为尊，铁刀军内也是一样，且铁刀军内生性好战之人多的是。你刚成为铁刀军的统领，肯定会迎来不少的挑战。这些挑战你不能拒绝，且你若是败给其他几位统领倒没关系，可千万别败给那些普通军士，不然你这位新统领可就惹人笑话了。是。雷刀，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哈哈哈，剑客，我带你到军营内到处逛逛。剑客，你等着吧，应当很快便有人出来挑战你了。来吧，来得越多越好。来了。黄甫浩，见过两位统领大人。有事吗？这位统领应当是新上任的吧？不知尊姓大名？我叫剑客，的确是刚成为铁刀军的统领。剑客统领，属下近段时间一直陷入瓶颈当中，苦于无法突破，正想找一强者交战，不知统领大人可否愿意赐教？可以，多谢。这黄甫浩在铁刀军内名气不小，虽然只是普通军士，只是第一阶战力，不过在第一阶当中绝对是最顶尖的，勉强也有接近第二阶的战力了。你可得小心点，别在阴沟里翻船了。放心吧。剑客统领，请了。尽管出手便是。残影。有点来。剑客统领，堂堂统领2阶强者，莫非就只知道到处逃窜吗？哦，既然如此，那我不逃便是。你输了。好强的力量！单单凭借蛮力就击败了黄甫浩，不愧是统领啊！那黄甫浩好歹也快接近2阶战力了，可剑客兄弟竟然单凭蛮力就击败了。他的蛮力这般强横，之前跟我交战的时候力量没这么强啊。剑客统领实力了得，属下输得心服口服。你的实力已经很了得了。哈哈哈哈哈！咱们这位新来的统领实力似乎不错嘛。石灵，你不会也手痒了吧？当然，难得碰到一个新的统领，岂能就此放过？石灵，这石灵也是一位统领，实力比我都要略微强上一筹。哦，剑客，来，我们2个战上一场。那便请石灵统领赐教。啊，剑客统领应战了！2位统领之战，好快！单这一斧，我就必须拔剑。好快，太快了！再这样下去，迟早我要落败了。现在的差不多能够一战。该死，这束缚力量竟然这么大！没想到剑客竟然还有这般了得的手段。石灵这家伙，今日怕是要吃瘪了。叫他狂，吃瘪了也好。不过这位新统领的手段的确非常强横，
那剑意领域配合杀戮之域压迫起来，竟然将石灵都逼得这般狼狈。痛快，痛快！在不施展底牌的情况下，我想要击败他确实困难。不打了，不打了！你这领域类手段太古怪，我在这领域当中难受得很，实力根本发挥不出来。哈哈，石令，打不过就打不过，可别找借口啊！就是啊，那剑意领域是剑客施展出来的，也是剑客的手段之一。你难道还让剑客将这手段藏着跟你硬碰硬？难得看到石灵你吃瘪呀！剑客，我来给你介绍啊，这是酒痴，一个酒疯子。这是妖妹，一个不折不扣的妖精。这位是云河，这石灵，你都跟他打过交道了，我就不用介绍了啊。剑客见过诸位了。剑客统领好生了得的手段，就连石灵在你手中都吃了这么大亏，可真够厉害的。对，雕虫小技而已。你这可不是雕虫小技，如此强大的领域类手段，在这场厮杀当中占据的优势太大了。有着领域类手段辅助，加上你本身速度就极快，而且肉身又强横无比，你的整体实力在我们几人当中或许不是最强的，但如果光论保命能力，你绝对是第一。对，有那领域手段限制对手，加上你的速度跟强横的肉身，纵然是碰到像清君主那般第3阶的强者，就算斗不过，保命却不成问题。这可比我们要强多了。你们猜云鹤还能坚持多久啊？能够再坚持20个呼吸，也算他厉害。不打了。剑客，你这剑意领域实在是太让人憋屈了。来，不说了，喝酒啊！这青色能量，便是那座洞府外的阵法吗？清君主，那阵法总算是要彻底消散了。立即将此事禀告给领主大人。第一军集结。对面的银翼军也开始集结了，看来待会儿说不定会有一场苦战呐。给我拦下他们！银翼军准备的也非常充分，咱们想要将洞府彻底占据，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那便想办法占据更大的优势。普通军士留在洞府之外，众统领随我进入洞府。是。主，很久没曾真正碰过面了，上次碰面还是在赤焰战场吧？乌塔，清君主，在赤焰战场咱们还是战友，但今日到了这儿，你我都是为各自领主大人争夺更大的利益，阵营不同，所以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哼，这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动手，杀！好诡异啊！这女人对滴水本源的感悟太高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领域类手段，好强的领域！哈哈哈哈！剑客，好样的！剑客，我爱死你了！哼！没想到这些铁刀军统领当中，还有人拥有这等古怪的身手。别管他们，进洞府！我们也赶紧入洞府。这是洞府，为何给我的感觉反而像是一座巨大地下宫殿呢？这走廊好长啊！小心！不好！剑客，你没事吧？没事儿。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正面硬扛这一剑而不死的，估计也只有你了。剑客，多谢。小事而已。这黑色剑指的攻击，不下于一位圣境终极强者全力的一击，而且因为是剑指的关系，穿刺力量更是无比恐怖。就算是第3阶的强者，被这黑色剑指正面击中，恐怕都是有死无生。可是这个人，竟然直接靠肉身挡住了。好可怕的肉身！
这肉身怕不比神兵要弱，如此强横的肉身简直不可思议。这人在铁刀军的诸多统领当中，实力或许不算最强的，但手段却是最多的一位。吴塔，这东府非同一般，且看样子还遍布着不少危机，所以依我看，咱们两大阵营暂时还是不要争斗的好。好，速度放慢，都小心点。那是赤晶石，是赤晶石。赤晶石，赤晶石，赤晶石，不管是用来炼器、炼魁、炼丹，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每一枚都非常罕见，价值亦是无比惊人。快动手抢！动手！哼，快抢！啊，难道还有？这是信物，进入这座洞府内层的信物。信物，快抢！哦，该死！这人已经接连收取6枚赤晶石了，这些赤晶石对我意义不小。不管如何，得想办法弄一些。看来得施展一些底牌了。修罗秘术，黄泉路，这是压迫。什么？怎么可能？这股压迫力量怎么一下子提升那么多？之前仅仅是剑意领域压迫便已经无比强横了，可现在有了这血河配合，这股压迫力量起码要强上不止1倍。天哪，我的实力竟然被压了足足3成！剑客，剑客，别说那么多废话，赶紧去收取赤晶石跟信物。赶紧动手抢夺！混蛋，死！不好！第3阶，竟然能够将乌塔逼退一步。2阶顶尖，这剑客绝对有接近2阶顶尖的战力，甚至都快接近第3阶了。刚刚施展的剑诀未能好生强横啊！我施展黄泉路3重领域压迫，施展陆心剑诀第1式，竟都处于绝对下风。看来我想要真正跟他抗衡，除非是施展奈何桥，或者是动用剑魂之力了。我这一拳下去，你竟然毫发无损！乌塔，你恐怕还不知道，我铁道军的这位剑客统领，他的保命能力可是在所有统领当中最强的，就凭你也想杀他？保命能力第1，这速度！快抢夺赤晶石跟信物，能抢多少是多少！你们都得到了多少赤晶石？我得到了6枚。我得到了1枚。我也得到了1枚。我运气好些，得到了2枚。是他，都是因为他！剑客，这剑客真该死！哈哈，这一次咱们的收获大了，哈哈，赚大发了！这一切可都亏有剑客呀！如果没有他的领域类手段，吃亏的可是咱们。领主大人，很不错的领域类手段，就连我都受到了些许影响。领主大人，怎么样了？属下等刚来到这座大殿，看到从大殿水池当中飘出数十枚赤晶石，另外还有4枚进入这洞府内层的信物，便当即与这铁道军的人抢夺。可结果，我们只得到了11枚赤晶石，那4枚信物也只得到了1枚，其他的都落入铁道军手中。领主大人，属下等都已经竭尽全力，可实在是那剑客的领域类手段太难缠了，且属下亲自出手，妄图斩杀他。可他保命能力也非常可怕，属下实在是杀不死他。铁刀，看来这次你的运气比我要好啊。这洞府的信物，你们得到了3枚。是，做得不错。哼哼，将洞府的信物交给我，至于那些赤晶石，你们自己去分配就是。铁刀，咱们应该可以谈谈了。是得好好谈谈。不过如今这进入洞府内层的信物，
有3枚在我手中，你却仅仅只有1枚。在筹码方面，我可是占据绝对优势啊！哼，你不过是运气好，招揽了一位好部下而已。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先回去吧。是。将收取到的赤晶石全部拿出来。我这里有几枚。我也有。我运气似乎比你们要好点儿。一共31枚。我们一共7个人，31枚赤晶石，平均每人分4枚，还多出3枚来。这多出的3枚，我占1枚，剩下2枚都归剑客。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很公平。赤晶石啊，每一枚在神州价值都极高，据说连萧云境的超级强者都会非常在意。4枚赤晶石，咱们就算用不着拿去卖，也都能卖个好价钱了。你若是想将这赤晶石拿去卖的话，大可以卖给我，我刚好需要。剑客，你要赤晶石有用？我手里刚好有一尊战魁，需要赤晶石才能够催动，能够多几枚赤晶石自然是好事儿。需要赤晶石驱动的战魁？你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啊！剑客，你若需要赤晶石的话，我们几个凑一凑，再赠你几枚便是了。哎，别，要是当我是朋友的话，就按市面上的价格卖给我就好了。那行，你还需要多少？我们几个凑一凑。够用了，走吧。铁刀，这一次你赚大了。运气好而已。虽然没有得到那最后的机缘，可得到的宝物也不少啊。哼，比不上你，走了。统领大人，这一次你们做得不错。本座在那洞府当中收获不小，这乾坤袋内有一批宝物，你们拿去分一分吧。谢领主大人。剑客，统领大人，你很不错。剑客，就连领主大人都夸你了呢。好了，别逗剑客了。来，咱们赶紧分宝物。对，赶紧分宝物。看领主大人的样子，他在那洞府当中收获肯定不小，给的赏赐肯定也更多。好多呀！不愧是领主大人，还真够大方的。剑客，我有些后悔了，早知道领主大人会赐予你这么多东西，我刚刚就不将那赤晶石换给你了，自己留着，今后说不定还用得着呢。你们不是还有3枚吗？铁刀领主，这次铁刀领域损失太大了，这位铁刀领主知道后，铁刀领主啊，在飘血王侯麾下众多领主当中，实力都算是最顶尖的。虽然据说脾气一直不错，可这次损失这么大，再好的脾气肯定也会动怒啊。我得小心点，可千万别惹得这位铁刀领主迁怒于我，否则我这小命怕就不保了。让2大君主以及待在铁刀岭内的所有统领速来见我。不管是世界本源还是杀戮本源，我都已经感悟到极高层次了，但距离凝聚本源印记却始终还要差上一些。剑客，怎么了？领主大人召见，我们立即出发。好，人还真多呀。恐怕铁刀领主麾下，还待在铁刀岭麾下的所有第2阶强者，都已经聚集在此了。平时议会的时候，领主大人只会召见2大君主，顶多还有数位有关系的统领在场。可这次却一次性召见这么多人，看来是出事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今日本座召诸位前来，只因一事。诸位大人，老夫古曼，是飘血王侯麾下的人。
这次前来是来传达个消息。就在几天前，在那赤焰战场上，来自铁刀岭的强者小队遭到袭杀，损失惨重，8人小队陨落了5人。什么？一次性就陨落5位？这么惨，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敌人？赤焰战场涉及2大王侯之争，在整个浩瀚神州都拥有莫大名气。赤焰战场是强者的战场，拥有莫大机缘。同样，赤焰战场也是冰冷坟墓，埋藏无尽白骨。飘血王侯麾下大量岭，每一岭都会派遣一些强者前往赤焰战场。像本座麾下，之前便派出了9位统领前往赤焰战场征战。这9位统领有8人组成了强者小队，共同闯荡征战，还有1人则是在征战途中取得突破，跨入第3阶，之后都是独自1人闯荡。几日前出事的便是那8人组成的强者小队，他们遭遇了伏击，8名统领陨落5位，还有2位重伤。然赤焰战场每天都在征战，每天都会有强者陨落，征战在继续，杀戮也就在继续。我铁刀岭的那支小队既然损失了5人，那本座就必须再派遣5名统领赶赴赤焰战场。这5个人，本座已经有了决定，现在一一公布。赤焰战场啊，我一直渴望去那儿。那5个名额当中，一定要有我，一定要有。第1个，第2军，炎魔。炎魔，你的实力在本座麾下诸多统领当中只能算是一般，但你防御能力极强。到了赤焰战场，配合我铁刀岭小队的其他强者，务必将你防御上的优势彻底发挥出来。是。第2个，第2军，冰月。冰月，你领悟滴水本源成名已久，在众多统领当中，实力算是极强的一位，且你的绝招最擅长纠缠困敌，在赤焰战场上也有极大发挥的余地，但你防御手段却略微弱了一些。到了赤焰战场上，在防御方面，你多多倚仗炎魔。是。第1军，雷刀。雷刀，你之前曾多次请求本座想要去赤焰战场征战，本座今日便成全你，且你瞬间迸发的速度跟威能，在众多统领当中也是极强的，在我铁刀岭的小队当中，可以称为一柄利刃。不过，你性子比较急躁，到了赤焰战场，这一点得改。是。第1军，石灵，跟其他几人不同，你不曾拥有特别擅长或是独特的手段，可你也没有弱点，不管是速度、威能、防御，还是其他手段，各个方面你都很均衡。到了赤焰战场，你的发挥空间同样极大。属下明白。那接下来的第5人，肯定也应该是有非常擅长的手段的。最后1人，第1军，剑客。剑客，你刚投靠本座麾下没多久，按道理，本座不应该直接就让你上赤焰战场的。不过，你的实力
却非同一般。最重要的，还是你拥有的那独特的领域手段。那领域类手段很另类，在整个浩瀚神州都不多见。而这样的手段，对一个整体的强者小队而言，作用非常大。你的领域类手段对整支小队的作用，比雷刀4人加起来还要大。加之你的保命能力也堪称一流，在那赤焰战场，只要不是碰到逆天级的圣境，或是领主层次的强者，活命应当不成问题。所以，这最后一个名额，我给你，你可愿意？愿意。单单铁刀岭终归还是太小了，拥有的顶尖强者并不多。我到铁刀岭这么久，还从未爆发过全部实力，真正厮杀过一次。拼命就更别提了，那赤焰战场是强者的战场，不仅仅是第3阶段的强者众多，甚至连逆天境的圣境强者都有。到了那儿，我的实力才会有机会真正爆发出来。且铁刀领主说的没错，我的保命能力极强，底牌也有不少，真要拼起命来，就算是逆天级的圣境强者都未必能够留得下我。既然都没意见，那你们5位便抓紧时间下去准备吧。明日，你们便随古曼一同前往赤焰战场。是。剑客、雷刀、石灵，恭喜你们3个了。啊，羡慕呀！那个赤焰战场充满凶险，你们3个去了那儿可得小心点。剑客保命能力极强，我倒是不担心。而石灵各个方面都颇为完善，几乎没有弱点，在赤焰战场上活命的几率也极大。关键是雷刀你，领主大人说的没错，你的性子太过急躁了些。等去了赤焰战场，若是还不有所控制，那麻烦就大了。我明白。好了，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呢，好好喝一杯。5位大人，既然要去赤焰战场，那老夫便先将赤焰战场的一些事情告诉你们。赤焰战场本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巨型山脉赤焰山脉而得名。整个赤焰战场漫长无垠，足足跨越800万里疆域。这800万里赤焰战场跨越2大域，涉及2大王侯之争。这2大王侯其中之一便是咱们所属的飘血王侯，而另一位则是苍月王侯。2大王侯皆是浩瀚神州最顶尖的存在，因为彼此一些利益的关系，一直在争斗不休。而争斗的主要战场就是在这赤焰战场之中。在赤焰战场上，2大王侯麾下汇聚了大批强者，常年征战，各自杀伐。这些强者最弱，那都是第2阶的圣境中级。而一般情况下，夷陵之地平均都会派出10名左右的2阶强者前来赤焰战场征战的。一旦这些强者在战场上死去，那些岭的领主便会再次派遣强者过来补充。像这一次，你们铁刀岭损失5名强者，铁刀领主便派你们5位过来补充。除了2大王侯自己麾下的强者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其他疆域不归2大王侯掌管的强者，因为向往赤焰战场中的杀戮跟机缘，也纷纷投入2大阵营当中前来征战。这就导致常年在赤焰战场内争夺的强者数量无比惊人。不愧是强者的战场啊！哎，对了，你反复提到这赤焰战场内存在大量机缘，这些机缘吸引了众多强者，可这些机缘都有哪些啊？
总不可能就是一直在战场内大肆杀戮吧？赤焰战场当然有机缘，而且机缘非常大。这些机缘能够得到多少，都归功于一点，那就是你得到战功的多少。战功？在赤焰战场上，击杀敌对阵营的强者，或是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战功。战功可以在营地的宝库当中兑换各种宝物，还有机缘。那些宝物也就罢了，虽然也都珍贵，价值不菲，但前来赤焰战场征战的众多强者更加看重的却是宝库当中的机缘。那些机缘便是一座座强者遗留的洞府。洞府？有传言说赤焰战场上有着330座洞府，都是由萧云境以上的顶尖强者遗留下来的。什么？也怀疑这个传言已经被证实，的确是真的。这些洞府真要说起来，还得说到1000年前。1000年前，浩瀚神州出现了一个大魔头，这个大魔头名为地景，他喜好杀戮，大肆虐杀各方强者，甚至有的时候还直接屠戮一个又一个的疆域，手段无比狠辣残忍，当时引得整个神州都一片震怒。大量强者聚集起来，欲要铲除这个大魔头。可这大魔头实力非常强横，在萧云境当中已经达到极致，一次又一次在围剿当中逃掉，直到最后八大王侯亲自出手，麾下更是聚集322位萧云境层次的强者，花费莫大精力跟代价，终于将这大魔头追赶到赤焰山脉。那一战纵然过去1000年，却依旧被世人称颂，那绝对是浩瀚神州爆发的有数的旷世大战之一。像现在赤焰山脉内还有很多地方荒凉无比，有过无数战斗痕迹，都是1000年前那旷世一战留下来的。那一战的结果却是八大王侯322位萧云境强者全部身死。至于那大魔头地景，在那一战后也再没有露过面，想来是跟这些强者同归于尽了。而在那一战彻底爆发前，前去围剿大魔头地景的那些强者，包括那八大王侯，也都知道大魔头实力恐怖，所以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包括八大王侯在内，足足330位萧云境强者都在赤焰山脉内遗留下了洞府，将自己的一些宝物衣钵都遗留在洞府之内。当那旷世一战结束后，别有无数强者闻讯来到赤焰山脉探寻，渐渐的也有着一座座洞府被人发现。这些洞府价值惊人，而赤焰山脉位于飘雪王侯跟苍月王侯掌控的疆域之间，两大王侯都将这赤焰山脉中的洞府当成香饽饽，彼此渐渐发生争斗，到最后愈演愈烈，这才形成了偌大的赤焰战场。在赤焰战场，真正吸引各方强者的便是这些洞府了。从1000年前到现在，赤焰战场内已经有一个又一个的洞府被发现，到如今光是飘雪王侯麾下控制的洞府便有近100个。这些洞府
虽然大部分宝物都已经被人夺走，可依旧残存着一些宝物，甚至是机缘，没有被人找到的。且还有一些洞府，一些机缘就摆在那儿，只要你能够进入洞府之内，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可想要进入这些洞府，需要的便是战功了。哎，古曼，你刚刚说赤焰战场上遗留了330座洞府，可飘雪王侯麾下仅仅掌控近100个，也就是说还有不少洞府依旧藏在赤焰战场内，没被人发现。对，迄今为止一共被发现的洞府只有200余座，还有100来座洞府，其中包括2座王侯洞府都还没被人发现。没办法，赤焰战场跨越800万里之远，面积实在太过巨大了。这些洞府又藏得很深，想要找到本就不是一件易事。不过在赤焰战场征战的强者也极多，一般情况下，每隔一段时间，少则1-2年，多则10年左右，就会有一座洞府被人发现。而一旦有新的洞府出世，那势必就将是一场激烈的争夺。5位统领大人，若是没有别的事儿的话，咱们就出发了。走吧。5位大人，下方便是我飘雪王侯一方众多强者聚集的营地了，我们先下去吧。5位大人，这是你们各自的身份令符，你们炼化下。这令符可以代表你们的身份，你们是2阶强者，令符也是第2阶的令符，且一枚令符只能被1人炼化，这也能防止那苍月王侯麾下的强者假冒成我们的人。在赤焰战场上，2大阵营厮杀，击杀对手后，都是以这身份令符为信物的。这身份令符代表的可都是战功。像你们这些第2阶强者的令符，便可以兑换100战功；第3阶强者的令符则是1000战功。同一阵营的强者可彼此感应到令符气息，也就是说，在赤焰战场内无法感应到令符气息的，便是敌对阵营的。5位大人，我现在带你们去宝库看看。宝库的清单就在旁边，需要什么告诉我，交纳相应战功，3天后自会有人将宝物送到你们的手上。赤晶石这么贵？还好我之前得到了一些赤晶石，暂且不需要兑换。5位大人，我现在带你们去找你们铁道岭小队的队长辅军。辅军？是他？哈哈哈，辅军！哈哈哈哈，辅军！雷刀、石灵，是你们2个？辅军，夫君。几位大人，你们先聊着，老夫就告辞了。辅军，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剑客，刚成为铁道岭统领不久，便随我们一同来赤焰战场了。辅军，辅军，几天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在赤焰战场内闯荡的好好的，忽然就有敌方2支小队袭杀而来，且那2支小队好像早就知道我们在那儿一般，一出手便将我们的退路完全封死，让我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哼，若非是那2支小队在配合上出现了一些瑕疵，让我们找到机会，我们小队估计就得全部折损在那儿了。跟你一样活下来的还有谁？是疯子跟藏风，他们2位都受伤不轻，到现在还在恢复当中。
估计还要等2、3天，他们才能恢复达到巅峰状态。想要再次赤焰战场内征战，也得再等2、3天了。没问题。都听着，赤焰战场内无比凶险，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等真正跨入战场后，你们几个都务必听从我的吩咐。我要你们杀就杀，要你们逃就立刻逃，绝不能犹豫，明白吗？另外，在出发前，你们也各自说下自己的具体实力，以及哪个方面擅长的，彼此也有个了解。我擅长防御。我肉身比较强，保命能力也不错，且懂得施展一门领域类手段。剑客的领域手段非常了得，对我们整个小队都帮助极大。哦，好了，出发吧。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得小心了。咱们小队整体实力还不错，只要不是碰到那种极强的小队，或者跟上次一样遭遇2支小队联手伏击，应当不至于再次陷入险地。不过一切还是小心为上。苍风，我们这些人当中，就属你的感知能力最强，你走最前边。好。炎魔，你防御能力最强，走最后面。而其他人走中间就是。我倒是真希望咱们在这赤焰战场的第一战赶紧到来啊！3天过去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雷刀，你忘了你出发时领主大人都叮嘱过你什么了？有人来了，是自己人。别大意，在赤焰战场，就算是同一阵营的强者，也得谨慎对待。毕竟同一阵营的强者为了宝物或者是为了战功，彼此厮杀的事也会经常发生的。府君，好久不见了。听说不久前你被人杀得跟丧家之犬一样，连带你们小队的人都死了大半。都这样了，竟然还敢来这赤焰战场？我来不来赤焰战场，跟你冯楚应当没什么关系吧？是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比较好奇，这一次你那小队的人又得有几个会成为这赤焰战场上的尸骨呢？我们走。这家伙，数十年前我独自闯荡时与这冯楚碰过面，还有过过节。他身上的那道巨大斧痕便是我留下的。2年前我在这赤焰战场再次碰上时，彼此还正面厮杀过，不过因为实力相近，且又是同一阵营的，这才罢手。不过这冯楚却一直记恨着我。这样啊？哎，好了，不说他了，我们继续走吧。雷刀，多年不见，你的性子还是没变啊。我性子一直都那样。这是前方有激战。咱们出手的机会总算是来了。走，赶紧过去。诸位，同一阵营，帮一把。好，动手。嘿，这可是咱们来到赤焰战场后第一次出手啊！这一战一定要赢得漂漂亮亮的。该死，这支飘雪王侯麾下的小队旁边竟然还有另一支小队的存在。撤！剑客，靠你了，千万不要让他们逃掉。明白。什么？剑客，好样的！糟了，古怪的手段，逃，分散逃，能逃几个是几个。你们逃不掉的。夫君，你的运气不错嘛。
冯楚，你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当然是来帮你了。哼，我这里可不需要你帮，你还是赶紧离开的好。帮不帮，可由不得你。动手！该死，想抢战功！天哪，这是……抓紧时间，赶紧将苍月王侯的强者斩杀了。好。那人好生了得的手段，竟然可以形成如此强横的领域。苍月王侯的那支小队原本敌不过，还有极大机会逃窜的，可他们陷入血河当中，在血河的压制下，一个个速度慢得跟蜗牛一样，逃都逃不掉。这领域太可怕了。冯楚，呵呵，不好意思啊，看来这次你是白走一趟了。哼，你运气好，小队当中竟然有这般了得的人物。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剑客。剑客，你的领域类手段非常另类，对一个小队的作用非常大。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小队？只要你加入，我可以担保我们小队猎杀敌对强者得到的战功，你一个人占3成，如何？冯楚，抱歉，我没兴趣。这样吗？既然如此，那等你以后改变主意了，再来找我便是。几位，多谢了，告辞。哈哈，杀死他们！快！剑客，你这领域类手段实在是太厉害了。影子，怎么了？我在那件神兵上留下印记，又有感应了。哦，也就是说，前段时间被咱们故意放掉的那人，又来到赤焰战场。嗯，应该是。看来咱们小队又能得到一笔战功了。去给吴红传讯，让他带着他的小队过来。是。吴红，我的好兄弟，咱们这次又有肉吃了。哎，有肉吃？哎，是上次被我们故意放掉的那人？对，就是他。当时故意放他离开的时候，我便猜到他肯定会再次来赤焰战场的。果不其然呐，而这次他的身边肯定还会跟着一支完整的小队。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直接出发吧。不急，反正他们有影子留下的印记，他们也跑不掉，我们慢慢过去便是。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小心点。这段时间外域并不太平，有不少小队都已经直接失去了踪迹，应当是被人直接灭杀了。咱们可千万别步入后尘。以咱们2支小队的战力，在这外域还需要顾忌什么呀？再说了，咱们干这种买卖也不是1次2次了，早就轻车熟路了。啊，有人来了！什么？是他们？怎么可能？是陷阱！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手头拥有的宝物里边，肯定有被这些人种下印记的。完了！剑客、苍风、疯子、雷刀、石灵、炎魔、冰月，这2支小队应当老早便在我的身上或者手里的一件宝物上种下了能够彼此感应的印记。上次我率领的小队便是被他们伏击，而我能够侥幸逃出来，恐怕也是他们故意放掉的，目的就是为了再一次伏击。他们2支小队加在一起20名强者，连第2阶顶尖都有3位，根本不是我们可以抗衡的。
待会儿，你们听我的吩咐，找准机会全部分散逃。我们有8个人，且又有剑客的领域在，还有一定机会可以活下来的。大家准备拼命吧！剑客，快施展领域！诸位，准备拼命！混蛋，就算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拼了！想要我们死，也绝不能让他们好过。这次怕是要出手了。之前故意放他们几个离开，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而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同样的手段，用1次也就足够，不能再用第2次。既然如此，那这一次就无需再留手了，将他们8人全部斩杀，动手！剑客，快施展领域！诸位，准备拼命！天哪，这是剑魂虚影！剑客，不好，快一起出手挡住他！怎么可能？这一剑第3阶，外域那么辽阔，而待在外域的第3阶强者少之又少，就那么几个，怎么让我碰到一个呀？剑客，你……这里刚刚爆发激战，估计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的。我们先离开这儿，再慢慢说吧。好。哈哈，剑客，你太厉害了！剑客，我早该想到，拥有那般了得的领域类手段，其真正战力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2阶？剑魂虚影啊，那可是我们都梦寐以求的。你现在还不曾凝聚本源印记，战力便已这般了得。等凝聚了本源印记，战力再次暴涨，怕跟那些逆天级强者比起来也不差了。若是多凝聚几道本源印记，哎呀，应当就足以赶上领主了。剑客，你藏得可够深呐！太厉害了！夫君，还有诸位，有件事儿我得告诉诸位。我准备独自一人去内域征战闯荡。我们都猜到了，在赤焰战场，但凡拥有第3阶战力的强者，一般都是独自一人闯荡的，而且大多是在内域当中。只有像我们这些2阶的，才会组成小队，且仅仅只是在外域闯荡。你的战力爆发起来绝不比第3阶要弱，甚至可能还要更强些。那内域才是适合你待的地方。内域我虽然不曾去过，可我在赤焰战场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对那内域也颇为了解。且我这里还有一份关于内域强者的资料，2大阵营那些常年在内域闯荡的强者，这份资料上都有介绍。强者资料，谢了。诸位，那我就告辞了。内域啊，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去内域闯荡，真羡慕剑客。等你凝聚3道本源印记，拥有第3阶战力了，自然就可以去了。好了，剑客一走，没了他的领域类手段，我们小队整体战力降低很多。依我看，咱们还是先回营地一趟，再做打算。那内域的面积虽然不如外域这般广阔，可杀戮却更加疯狂，而且在那儿闯荡的强者还真是不少。逆天级，我现在的实力，
若是驱动剑魂之力全力爆发起来，在第3阶当中应当能有正常水准。不过我保命能力极强，只要不碰到逆天级层次的强者，哪怕遇到的是一位最顶尖的3阶强者，逃命应当还是有些把握的。这里也是内域的范围了，也不知道我何日才会碰到第一个对手。我感受不到他的灵符气息，是敌对阵营的强者。看来我运气不错，进入这内域内不过半天功夫，便碰到一名强者，而且还是敌对阵营的强者。小子，老夫不曾见过你，你刚来内域的？我叫剑客，你是我在内域内碰到的第一个人。剑客？没听说过。这内域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来的。你既然来了，那就让老夫试试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在内域闯荡吧。这是我来到内域的第一站，同时也是我来到神州这么久第一次爆发出最强实力的激战。这一战希望不要让我失望了。来吧，好快。小子，别告诉我你的实力便只有这点程度。修罗秘术黄泉路，好强横的领域，纵然是我在这领域当中都得受到极大的压迫。剑魂虚影，10丈高的剑魂虚影，还是足足2道。疯魔，现在再来试试。他之前跟我交手，威能已然是第2阶顶尖，现在双剑魂之力加身，单单攻击威能，怕比我都要强。在我的领域压制下，他的速度竟然还这么快。封印杀，他的肉身很强。剑客，你实力不错，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你交手。走了吗？这疯魔的速度还真是恐怖啊！就算在我的领域压制下，竟然也要比我快得多。如此恐怖的速度，在整个内域能够杀死他的人恐怕都不多吧。不过跟这疯魔一战，我收获也不少，起码对自己的实力已经有所了解了。哎，对了，剑祖亲自炼制的战魁，真期待他的战力啊！飘雪王侯麾下的强者都是胆小鬼，看到我血罗，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血罗，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乌云你啊！怎么手痒痒，想跟我战上一场？我可不想跟你这怪物交手，我只是碰巧在你旁边，察觉到这边传来的气息，所以才来看看而已。告辞了。切，胆小鬼！哦，没身份灵符气息，是敌方的。这个人是，竟然是血罗，难怪敢如此张扬的散播气息了。我才刚来内域没多久，竟然就碰到这血罗了，这运气也太好了。来吧，让我看看剑祖亲自炼制的血神冰魁到底有多强。硬碰硬，我血罗还未怕过谁。血神冰魁竟然占了上风。比力量我不如他，比速度我也不如他，比防御他更是远远强于我。这战魁到底是哪儿来的？谁炼制的？怎会这般了得？不能跟他继续斗下去了。这战魁是由那小子控制的，只要杀了他，这尊战魁自然就会停下来。到时候我夺取那小子的乾坤戒，这尊战魁也将归我掌控。杀了这小子！哼，你的力量、防御都很强，可速度上却稀松平常的很，
还想杀我？怎么可能？那小子竟然还有这类领域类手段！混蛋！小子，没了那尊战魁，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怎么？你当我只能驱动这战魁一次吗？血罗，你要是还想找虐，大可以出手试试。该死的小子，你也就仗着一尊战魁而已。若是没有这尊战魁，老子要杀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哼，就算没有战魁，我要逃，凭你的速度也拦不住我。小子，这次算你好运，别让我下次再碰到你。这血罗的实力的确很强，不愧被人称之为怪物。仅仅消耗1枚赤晶石，可这血神冰魁爆发出的战力，估摸着都接近那些逆天级的圣境。消耗1枚赤晶石便如此，但若是同时消耗2枚，或者是更多的，那血神冰魁爆发出的战力得有多强？若是一次性消耗10枚赤晶石，将这血神冰魁的战力全部爆发出来，又将如何呢？不愧是剑祖亲自炼制的战魁啊！这血神冰魁虽然威能强横，但消耗也极大，凭我手里那些赤晶石，也没办法驱动太多次，还是节省一点，将这血神冰魁当做底牌用得好。我全力爆发起来，战力勉强可以达到第3阶高等水准，在这内域自然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有黄泉路，加上十重界领域类的手段，就算碰到那些第3阶顶尖的，也未必奈何得了我。实在抵不过，我再动用血神冰魁。开始闯荡吧。老三，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刚刚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敌对阵营的一名强者，我跟他交战打得有些憋屈而已。你好歹也已经是第3阶顶尖了，在飘雪王侯麾下的强者当中，能够让你都打得憋屈的，也就那么几个。你碰到了谁啊？是残涛那个疯子，天意，还是那个被称之为女魔头的青灵啊？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用剑的年轻人，看样子应当是这段时间内崛起的那位剑客。剑客？那剑客我也听说过，觉醒了双剑魂的超级天才，拥有极大的潜力。这半年来，他在内域也闯出了不小的名气，很多人都记住了他。不过他的实力似乎也就第3阶高等层次，跟你比起来，应当还差得远才是。对，他的实力的确不怎么强，正面交战，我绝对可以轻易将他压制，甚至击杀都没问题。可关键是他的那领域类手段太诡异了，而且那领域的压迫力也太强了些。仗着那领域，他都敢直接跟我正面对抗，虽然依旧敌不过我，可他肉身极强，底牌又多，我跟他苦战许久，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憋屈的死。哦，是这样。那剑客的领域我也听说过，是很了得的一种手段，就连我都忍不住羡慕啊。且他还觉醒了剑魂，可惜呀，他对本源的感悟稍微弱了点儿，不然就算是我面对他都会无比头疼。你在他的领域当中憋屈一点儿也很正常。我知道，就是感觉有些不爽而已。本源印记，好强的威能啊！本源印记一凝聚，我的整体实力提升了将近3倍，论战力应当不亚于第3阶顶尖了。在这内域内闯荡的众多强者，就算实力弱些，大多都有着保命手段，或者是特殊的能力。在凝聚本源印记前，
我就算有着领域辅助，要杀死他们都非常艰难。可是现在嘛，那是剑客东明。怎么，上次被我教训的还不够，还要来受虐吗？上次我的实力不够，但现在我的实力比之前要略微提升了一些，正好拿你解决。想拿我练手？哼！动手吧。又是这领域，混账！若非是因为这领域，你在内域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早就被人杀死无数次了。是。这一剑，什么？第3阶顶尖？怎么可能？这才多久，他的实力怎么就提升了这么多？麻烦大了！逃！我得赶紧逃！哼，东明，陷入我的领域当中，你还想逃？太异想天开了！该死！不！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呐！哼，不甘心吗？上次你跟我交手时，可是猖狂的很呢。哼，不错，身价还真是不菲，比我之前斩杀那2名第3阶强者都要丰厚些。而且他的身上竟然还有2枚赤晶石，又是1000战功，加上之前得到的，一共是4000战功。之前我在宝库清单当中看到过一门秘籍，当时因为兑换的战功所需太高，也没在意。但是现在，我拥有的战功似乎刚好兑换那门秘籍了。我如今最大的优势，便是黄泉路跟10重界叠加的血河领域，领域覆盖而出，我跟人厮杀都是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占据了绝对主动的。不过要是碰到一些在速度上非常擅长的强者，那完全可以轻易摆脱我的血河领域。我要兑换3阶变的第1阶，4000战功。你在营地内静候3日，3日后自会有人将东西交给你。多谢。太快了，不愧是1品秘籍。有了这3阶变，我的速度暴涨，就算跟那疯魔比起来，差距也不算太大。剑客大人，有事。我家大人有件事，想要跟剑客大人你商量，所以特让我传个讯，邀您去他的洞府一坐。你家大人是？我家大人是古王。古王？我跟这位古王从未见过，他竟然有事找我商量。你家大人现在在哪儿啊？请跟我来。哈哈哈哈哈哈！剑客啊！古王，血阳。早听说这段时间内域崛起了一位名为剑客的强者，领域类手段在内域堪称一绝，今日总算是见到了。古王过誉了，不知你唤我前来所为何事？哈哈，不急不急，等会儿还有其他几位强者会来，等人齐了，我再将事情告知你们。好。剑客，你的领域类手段在内域名声极大，不知可否能让我见识见识？我也很想见识一下。可以，2位小心了。哦，只有这样？当然不止了。好强横的领域，有这等领域类手段辅助，咱们此行之事，得手的把握绝对能够多出1、2成来。这领域类手段的确很强。不久前，我在内域碰到了敌对阵营的雾明，那雾明原本实力不如我的，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到了一件宝物，那宝物也可以释放出1重领域。
宝物？那是一枚指环，那指环内应当是蕴含着一重特殊的阵法，一旦驱动，的确可以施展出一重领域来。就是有着那重领域的存在，他才能够跟我拼得不相上下。不过，那雾明单靠宝物施展出来的领域，跟剑客你的领域比起来，就要差得太远了。岳阳，烛火，你便是剑客吧？诸位，我这次邀请诸位前来，是因为一次任务。这任务是飘雪王侯高层交代下来的，任务非同一般，且颇为艰难，但任务完成能够得到的好处也极多。别的不说，单单战功方面，只要完成了任务，你们每人最低都可获得1万战功。什么？1万战功，太多了。武王，你就直说，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吧？那我就直说了，这次的任务是要攻占敌对阵营麾下掌控的一座洞府。攻占洞府？攻占洞府？武王，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苍月王侯占据的那些洞府，都有着一些威能强横的阵法存在，坚不可摧。就算是领主级别的强者亲自出手，怕都奈何不了。光凭咱们，拿什么去攻占洞府？哈哈哈哈哈！诸位尽管放心便是。这次任务既然安排了下来，那肯定不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洞府的阵法威能的确不凡。可我自有办法可以将其破去。那些洞府最坚不可摧的便是阵法，若是能将阵法破去，里面负责镇守那些强者，反倒没有多大威胁了。诸位，那阵法无需你们担心，且负责镇守洞府的那些强者，想来也不被你们放在眼里。而这次任务真正称之为艰难的，并非是攻打，而是镇守。红衣见过诸位。红衣是王侯高层派下来的，在阵法上造诣极高。等我们将那座洞府攻占之后，红衣会立即着手开始布置阵法。不过他布置阵法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段时间里，那苍月王侯肯定能反应过来，且派遣强者朝我们杀来。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在他将阵法布置完毕之前，挡住苍月王侯阵营的强者，别让任何人干扰到他。只要等到阵法布置完成，那座洞府就在我飘雪王侯的掌控之中。那些前来的苍月王侯阵营强者，也可以利用阵法去阻拦抗衡。就凭咱们几个人，想要将苍月王侯麾下那些强者拦下，恐怕并不容易吧？是不容易，所以战功才会这般高啊！且不仅仅是战功，那座洞府本身也是一次机缘，就看你们抓不抓得住了。另外，知道这次事情不一般，所以我特意将剑客也请来了。剑客的领域对我们帮助极大。剑客，野兽，你别小看剑客的领域。刚刚我跟血阳都试了，就算是我，在他的领域当中都得受到极大的压迫，实力锐减。这次任务，剑客的领域绝对可以帮上大忙。但愿吧。国王，我们现在知道这次的任务是要去攻占洞府，但不知到底是哪一座洞府啊？咱们这次的目标是九舍洞府。九舍洞府，竟然去攻占九舍洞府！若是让苍月王侯阵营知道咱们攻占了九舍洞府，苍月王侯阵营还不得发疯？那九舍洞府可不是寻常的领主洞府啊！诸位，这次任务就是这样，很困难，很艰险。可若是能完成任务，得到的好处也极大。
至于其中的利弊，就看各位自己去权衡了。去与不去，也自行做主。富贵险中求，这一趟我去。岳阳都去了，那我肯定也去。正好我在内狱闯荡那么久，都麻木了，也想找点激情。只要诸位不嫌我实力低微，这一趟我自然会去的，且会尽可能的帮到诸位的。剑客呀，你的领域类手段对咱们来说可是一大利器呀。什么时候出发呀？就现在。国王，这种阵法连领主层次的强者都无可奈何，你如何破去？别急，等着就是。那阵法威能强横，光凭我们这些人想要强行破去根本不可能，除非有人从内部下手，直接捣毁阵法根基，与我们里应外合呀。贺老哥，哎呀，贺老哥，我可是特意来找你喝酒的。我真是搞不懂你，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去那内狱闯荡，得到战功的机会也多，哪用得着跟我一样守在这儿啊？那内狱强者如云，我去那儿岂不是找死？哎呀，不至于。内狱虽然危险，可你好歹也是第3阶强者，而且都是第3阶高等了，完全可以在内狱当中想办法立足。哎呀，好酒啊！嘿嘿，不是好酒，又岂敢拿来给贺老哥你喝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死！什么？你开始了。你是何云冲？国王、血阳、野兽。我之前接受这次任务时，知道会有人跟我们里应外合，将这阵法给破去，但到底是谁我也不清楚，还真没想到竟然是你。我本就是飘雪王侯阵营的人，在很早以前就被派到苍月王侯那当案子，今日为了攻占这九舍洞府，我才暴露。好了，废话不多说了，阵法已破，我们直接动手吧。怎么回事？这大阵竟然要碎了！是何云冲，他杀了贺老，现在又毁掉了大阵的阵基。该死，这何云冲竟然是奸细！快，立即给营地传讯。这九舍洞府内唯一的那名第3阶强者已经被我斩杀，剩下的也就是一些第2阶罢了，对咱们一点威胁都没有。动手！挡住他们！逃！快逃！太恐怖了，没有阵法的存在，我们根本挡不住他们。这些可都是战功啊！红衣，你布置阵法需要多久？这九舍洞府面积极大，我布置起阵法来也颇为繁琐，想要将阵法完全布置好，起码需要2天时间。2天？我们攻占九舍洞府的消息很快便会传到苍月王侯阵营之内，以苍月王侯阵营的速度，顶多1天时间便足以组织强者前来诛杀我们。不过苍月王侯阵营的大量强者大部分都在赤焰战场各地闯荡，留在他们营地内的强者不会太多，短短1天时间，就算是苍月王侯阵营能调动的强者估计也没有多少，顶多只能派遣一支强者队伍过来，而咱们只需要想办法挡住那支强者小队便足矣。明白了。红衣，你先去布置阵法，至于其他几位，趁现在那苍月王侯阵营的强者还未赶到，大家可以到这九舍洞府内到处逛逛，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呢。毕竟这九舍洞府在苍月王侯阵营之内，可是需要足足8000战功才能进来一趟的。何云冲，你之前可是一直镇守这九舍洞府的，
难道就没在这九舍洞府内探寻过？我虽然镇守九舍洞府，可仅仅只能待在外层，那蕴含机缘的内层，我们根本进去不了。不过这九舍洞府内到底有着哪些机缘，我倒是知晓。哦，跟我来吧。刚接到消息，九舍洞府被敌对阵营的强者攻占。怎么可能？九舍洞府竟然被攻占了！九舍洞府外有着我苍月王侯阵营布置的大阵，威能强横，就算是数名领主联手都很难攻破的呀。负责镇守九舍洞府的2名第3阶强者当中，那何云冲是飘雪王侯派遣过来的奸细，是他与敌对阵营强者里应外合，这才导致九舍洞府被攻占。现在传我令，将那何云冲列为1级格杀目标。